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很快啊，我们就进入到了今年的主角啊，也就是属龙的朋友。属龙的在今年啊迈入太岁年，它是迎来一个怎样的一个运势呢？那在进入正题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你的八字啊，每个人呢不是只有一个生肖。你可能啊，你是属龙的 ，OK， 你才会点这个视频嘛。但是你要懂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4个生肖。如果你还不懂自己本身的其他3个生肖是什么呢？那你就要快点去找出来啦。因为如果你懂了自己4个生肖的时候啊，你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准确或者一个比较精准的每年的运势啦。那这里呢，我就有放了一个八字的一个例子。那你可以看到啊，如果你是属龙的话，那个龙呢是出现在年，但是其实你的月、日还有时啊，其实都有它各自的一个生肖。那你就要看啊，这些你的生肖是什么呢？然后你就去点击那个生肖的视频来看呐。我每一个呢都已经有做了一个讲解。那如果你已经懂了自己的这些生肖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啦。首先呢，属龙的今年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吉星啊，就是所谓的华盖，就是 Elegant Seal。那这个华盖呢，它代表的就是一种才华横溢的感觉。他整个人呢会变得非常有创意，非常的文艺。他可能对艺术创作啊，一些文学的啊，他们都会特别的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见解。OK， 他很有可能呢就会很想去搞自己的一个创作，搞自己的一个设计。所以啊，如果你本身啊从事的这个行业啊是有关系到需要创作的、需要设计的、需要搞一些美术艺术的，那就非常的好啦。那第二个吉星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叫金鱼的，不是那个金鱼啊，是这个金鱼的一个吉星啦。那这个金鱼啊，在古代啊，它就是一个轿子或者一个马车，它就是整个呢都是由金所打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坐在里面的人，也就是你呀，人家看到这样子的一部车子啊，它是给人家怎样的感觉呢？那别人就会觉得哇，你这个人是非富则贵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所以啊，其实呢，这个金鱼啊，它代表的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啊，他特别的会想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一个人脉。而且这个所谓的人脉啊，建立越多或者含金量越高的话，那这个给你带来的好处啊就会越大啦。那相对而言啊，如果你本身呢是一个非常蜗居的人，你是比较宅一点的，你没有什么人脉的话，那其实这个金鱼的这个吉星呢，你就比较难得到它的一个好处了。这个的话是要给那一些人际网络或者他的社交圈子啊都是非常活跃的人的话，那对他来说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吉星啦。那来到凶星的方面的话呢，属龙的啊，最主要的今年啊，它就是所谓的太岁嘛，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不好，或者是一个很负面的一年这样子。那其实它代表的只是一个瞩目，这个所谓的太岁，其实就是好像皇帝或者当这一年最大的一个当权者，所以每个人呢都会把他的目光、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当他每个人都关注你的时候啊，你会感觉怎样？所以有些人就会感觉特别的压力，或者特别的不知所措。古代呢就会觉得这来到太岁年呢会比较不好，就是因为他会很压力，而且啊，在压力是在哪里呢？因为每个人都等着你要去做一个抉择，要做一个决定。普遍上来讲啊，有很多人呢，他面对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啊，他会觉得过不去，或者他不愿意去面对的，就是因为啊，他没有做下一个决定，他就是被卡在那一边，他不愿意去承担，不愿意去负上那个责任。然后去做一个抉择，所以这个太岁呢，我会觉得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凶星，它其实只是要你啊做一个决定，要狠下心来，真的去敢的去做一个决定。那如果你不能的去做一个决定的话，很多时候啊，你就会被这个别人的一个压力、别人的一个关注啊所压垮了。那其他的凶星呢，都会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剑锋。OK， 然后还有负丝，那这2个呢都是比较伤害型的，就是说剑锋啊，你可能是肢体上或者是一些语言上产生的一些伤害。
但是不会太大的一个危害啦。那复试呢，讲的是有一些隐藏的危机，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啊，有一个尸体藏在一个closet， 就是一个衣橱里面 ，OK， 所以突然间你一开，哇，这样子被吓到，你就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危机这样子啦。那最后一个呢，这叫黄帆的凶星啦，它这个讲的只是别人啊会对你有的一些负面评价。你可以想象啊，就是每个人拿着一副旗，然后来跟你说你侮辱了我们，或者你羞辱了我们，或者你做的东西我们看不爽 ，OK， 所以他们就是都是来找你麻烦的啦，他们会给你一些负面的评价，来指责你这样子啦。我接下来要分析的就是这个龙呢，在今年啊，其实它本身就是太岁了。它产生的一个互动关系啊，是一个叫自刑。那这个自刑呢，我们要怎样解释啊？它其实就是自己造成的一个困境。你看那个字面就是自刑，就是你自己让自己被刑罚，或者自己被自己困着。所以很多时候啊，你知道那个事情是不好的，你知道那个事情会造成麻烦，是可能甚至犯法的，是不对的，但你还是要去做。所以如果你八字里面啊是有龙的话，今年啊你可能会比较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明知是不对的，是错的，你还是要去做。那这个呢，我是没有太大的建议可以给你啦 ，OK， 我只能提醒你，然后给你一句话：醒醒吧，你自己真的要醒过来，你自己啊要可以让自己啊脱离这个困境啊，因为这个困境啊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造成的。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就好像抽烟或者吸毒，很多时候啊，这些决定是没有人逼你的，都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要做这回事。到最后呢，结果是什么？就让自己啊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或者身边的人也跟着你一起受苦。所以你理智上啊是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但是你还是要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刑的一个关系啦。那我结合这个吉星、凶星，还有跟太岁本身的这个关系啊，你今年的这个人脉，还有你本身的一个能力啊，这样决定你能收获多少啦。这个华盖啊跟金鱼啊讲的都是你本身的所拥有的才华，或者你所拥有的一个人际关系。那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无法收获什么啦。但是你也是可以利用这样子的吉星啊，来趁机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啦。好像如果是华盖的话，你可以开始真的去学一些才艺，学一些画画、设计或者拍视频，这些都可以。那金鱼呢，你就开始去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嘛。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吉星来辅助你的话，你比较容易做到这回事。那虽然可能你不会得到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因为你从零开始嘛 ，OK， 但是你至少好过没有啦。那第二个呢，你要记得啊，不要做一些会让你自己会后悔的事情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刑。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开始啊，去把一些负面的声音把它遮蔽掉。OK， 因为你要记得那些凶星就是我们来批斗这个人啊，这个太岁，所以你就开始啊要去遮屏掉这些负面的声音 ，OK， 因为你是太岁来的，你可以不用去理这些人的声音。那然后呢，你就要提升你本身啊的一个抗压能力。如果你是太岁的话，通常啊你的压力都会比较大，因为每个人啊都看着你。看着你要去如何展现，看着你要如何做事情，所以啊，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你现在啊成了全城的瞩目，那是时候啊要去展现你的这个才华啦。那无论这个才华是有还是没有，是很厉害的还是很平庸的 ，OK， 你都会被大家瞩目啦。所以啊，尽量啊给别人看你的好的一面吧。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分析啊，在这个龙呢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一些情况。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每个人都有4个生肖嘛。那这个龙呢，很有可能呢不是只是出现在年，它可能出现在月、日还有时。很快啊，我们就迈入到了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了。那如果你想在今年呢，比别人更快速的了解到啊，在这一年呢有什么机会或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叫启动2024年。它的日期呢暂定在2024年1月7日，然后的下午1点到3点。
我们会分析整体的这个运势。2024年呢，你要怎样通过一些风水的布局来让自己挖掘到更多的一些财富机会 ，OK， 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好处。那当然还有我会分享就是关于2024年它有的一些隐藏的危机，可以让你呢可以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不会做错的一些决定。回到个人方面的话，我也会提供一些个人在事业方面如何去启动那个能量，一个整体的一个能量启动。最后呢，我会再分享你在迎接九运，因为我们都知道2024年呢其实就是九运的开始的一年 ，OK， 所以2024年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会分享3个在迎接九运的时候你需要懂的一些秘诀啦 ，OK。那我本身会利用完八字、奇门遁甲、风水还有易经的所有内容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这个活动我是可以提供你一个无限的重播。OK， 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工作或者生活、家庭都很忙，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当天呢参与这个活动。那不用担心，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重播。那你过后你要看多少次都可以。OK， 那另外呢，我还会再送一个神秘礼物。OK， 在这个活动里面，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神秘礼物啦。OK， 那是至于什么呢？你就要参与，你才会知道了。那最后呢，我还会再给一个所谓的启动2024年的一个手册。那你就会问这个活动大概多少钱呢 ？OK， 我其实只是收一个19块美金的一个价格啦。OK，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资讯栏，或者在留言区那边，我会放一个购买链接。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各位，谢谢。那如果是现在年的话，它影响的是你的社交圈子、你的朋友或者你一个比较大的行业。那所以你在这一年呢，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圈就等于你的形象，也等于你本身的一个价值啦。因为现在每个人都会看 ，OK， 这个某某某他身边的人是谁我们刚才说太岁就是每个人会关注，大部分人都会特别关注你在交的圈子是谁。那还有的就是你跟他们一起进行一些什么活动，就你跟他们做什么东西也要非常的留意啦。那你不要让自己陷入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啦，也就是可能让自己陷入一些很糟糕，然后无法脱身、很麻烦的一些情况。所以真的要慎选 ，OK， 你的朋友。那如果这个龙呢是出现在月份的话，也就是它影响的是你的事业或者你的工作。那我们可以说就是在今年呢，你会有突然间突如其来的一些灵感、艺术细胞突然间被启发了 ，OK， 所以你在工作上你会特别的有艺术天分或者创作能力，那大家会觉得哇，你突然间变得好像另外一个人这样子，你有很多很创意的、很突出的一些点子，可以来解决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啦。那当然因为龙呢还是太岁，所以每个人呢都会特别关注你你在工作上的一个表现。又或者如果你是创业的话，你在这个市场每个人会特别的关注你，就是说你很有可能成为这个市场的引领者。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关注或者一种压力的话，你也很有可能呢就会这样子被压垮，或者你会突然间非常的烦恼，或者甚至很焦虑。那你就要懂得要怎么学会去抵抗这个压力，去更好的管理这些压力。那如果龙呢出现在个人的方面的话，我就觉得要比较注意一下啦，因为它代表了你可能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们在沟通上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点。你要想象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自己本身突然间变得好像太岁，就是你是皇帝这样子 ，OK， 所以你就会特别的有一种我就是要这样，或者你就是要这样，你一定要听我的，就有一点比较霸道的那种感觉啦。那所以我会觉得要注意你们在沟通上的一些语气或者一些口吻多留意一下，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很不健康的一种关系循环里面。那当然因为这个龙呢也出现在你的日，所以它也是影响你个人的情况。那你今年的一些个人的才华或者一些天分，突然间也会被大家所关注、所被看到。那我觉得就是要趁机去
挖掘它，然后去展现出来给别人看到啦。那如果这个龙呢来到10这里的话，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你的内心，你内心很创意的一些想法，很创意的一些点子啊，或者甚至非常隐藏起来的天分啊，没有被看到。那今年呢就很有可能啊会被看到，因为也是太岁嘛，所以结合起来的话，你内心的也很特殊的一些才华呢都会被大家所看到。那当然同时啊，因为它影响的也是你的下属还有孩子，所以我会觉得呢，你要看到他们的一些能力，他们的一些才华呢是可以来帮助到你，或者你可以去挖掘他们的价值啊或才华呢，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培养这方面的一个能力。资产的话，那也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很不错的投资机会，就是说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会觉得这个本身很不错，对这个好的一个投资机会也会比较敏感一点点，所以我会觉得可以多留意一下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龙的，也就是今年的太岁啊，他们在经历今年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啦。那如果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语的话，我就会说啊，属龙的朋友真的要去好好把握别人看到你的一个时刻啦，然后你真的要可以很勇敢的、很坚定的去负起那个责任，去负起那个做决定的那个重任呐。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被作为太岁的这个压力所压垮。OK。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把这个视频呢分享给属龙的家人或者朋友，让他们知道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